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武师匠，很高兴又到了周末我们见面的时间。今天我们谈论的主题呢是锅炒鸡的启动问题。没办法启动，启动很困难，或者启动以后马上就熄火，造成锅炒鸡启动问题的原因呢非常多。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呢，就是我们锅炒鸡的汽油呢收潮了、稀释了，或者说吸水了。那么朋友们，如果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，我建议大家先回忆一下，第一，看一下你的锅炒鸡是否在下雨天使用过，或者说你的锅炒鸡是否窝过非常潮湿的草。第二个，你的锅炒鸡最近是否淋雨呢，或者放到这个雨能够淋得着的地方放置过。第三个，我们的锅炒鸡是否放在非常潮湿的地方很长时间，这样呢也有可能我们锅炒鸡的汽油呢发潮了。那么我们如果发现我们的锅炒鸡有启动问题，并且怀疑我们的锅炒鸡的汽油发潮了，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从我们的锅炒鸡里面取出汽油的样品，并且详细的观察检测是否真的被水污染了，究竟污染的程度如何。好，我现在带大家到车库里面去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演示。好，我们首先呢是取出汽油的样品，打开盖以后呢，我们可以在顶部用一个油棒抽出汽油呢，也可以从汽油箱底部这个管子出口的地方呢排出汽油，也可以从化油器的入口这个地方呢松开以后呢排出汽油。我们可以用个烤箱盘接在下面盛装汽油。我们可以从化油器的底部松开排泄口的螺栓以后呢排出汽油。也可以打开整个化油器，这样呢比较麻烦。最简单的是用一个内螺角扳手呢，松开排泄口以后呢，汽油就直接排出来了。好，我们用这个小的盘呢来做这个观察。我们如果用大的话，会更加的方便。大家注意，这个底部呢是平的，这样呢有利于我们观测。我们现在往这个小的盘里面倒入91号的汽油，那么这是标准的橘红色。右边呢，我们准备了一杯水，我们用这个小的塑料管来吸水，同时呢用这个塑料管来做搅拌的这个作用。我们往这个吸管里面呢吸一点点水，我们往这个汽油里面滴一滴水看。我们可以看出来呢，这个水珠沉到这个汽油底部，我们把多余的水呢放回这个水杯。现在呢，我们轻轻的搅拌这个汽油，我们可以发现呢，就是这个小的水珠呢，在底部呢，经过搅拌以后呢，变成很多这个更小的这个水珠了。当我们停止搅拌以后呢，这个细小的水珠呢，它们就汇聚在一起，那么又变回相对于而言比较大的一个水珠了。这个水珠呢沉在这个底部，主要原因呢是因为水的比重呢比汽油的比重呢大。这个情况呢主要是为了模拟当我们的汽油被少量的水分所污染以后，它的这个表象。现在呢，我们从杯里面取一些水，我们准备往这个汽油里面滴入更多的这个水滴。好，我们又滴了2滴了，再滴几滴。好，现在这个汽油里面呢有更多的这个水。我们搅拌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汽油的底面呢有很多的小水珠。因为现在呢，有更多的水在汽油里面了。当我们停止搅拌以后呢，这个一个个的小水珠呢，它汇聚在一起，形成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大的这个水珠。从这个水珠的形状和大小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，究竟我们汽油里面有多少水进去了。从而呢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汽油被污染的这个程度。主要原因呢，就是说，汽油里面有水，
污染以后呢，它的燃点呢会升高，所以呢，这个汽油进入发动机的气缸以后呢，它很难被点燃，所以这就是说，有的时候我们的发动机，会突然，停机的情况，主要是有这个水蒸气，进去以后，那么燃点升高了，那汽油点不着呢，机器就熄火了。现在我们看见呢，有这个所有的小水珠呢，都汇聚在中间，变成一个很大的这个水珠了。这个盘子的底部呢，因为是铝箔的，不透明，所以呢，看起来呢，这个水珠和汽油呢，它们之间的这个对比度呢，还是比较大的，非常方便我们观看，并且呢，这个盘子的底部是平的。移动这个盘子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汽油和水呢，汽油和水珠呢，轻轻的这个移动，这两者呢，对比非常大，我们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。现在我们用这个吸管呢，轻轻的吸这个水珠，可以把这个水珠呢吸出来。这主要是为了模拟呢，我们从油箱的顶部用一个小泵去吸这个汽油的情况。但是呢，我们从油箱顶部吸的时候，我们是看不见这个水珠的，并且呢，我们吸的时候呢，我们要保证我们这个吸管放在这个油箱的最底端。所以呢，更加方便的办法呢，我们取汽油是从油箱的底部，这个管子里面放出来。现在呢，我们用这张图片，有6个小图跟大家演示，跟大家观测，就是说水珠的大小不一样，它的形状，这个是2个水杯里面的这个情况，更加的清楚。这个箭头呢指大小不同的水珠。朋友们，我相信你。看了我的演示，至少2点你可以做。第一点呢，就是如何简单快速的取出锅槽机里面汽油的样品。第2点就是如何快速简单的判别你的汽油是否被水污染，并且知道污染的程度怎么样。究竟如何解决的方法和步骤，那么我们将在下一期视频跟大家做详细的介绍。好，这就是今天视频的主要内容。朋友们，如果你有什么疑问，建议或看法，欢迎你在下方给我们留言。好，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